震惊！大电视上演分头行动，联盟多路陷入危机，隐秘舱门打开，老纪本体出现，又一个基地毁灭，他们必须立刻阻止。Hey guys，Peace here， 欢迎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的4周后，时钟多元宇宙45集发布了。虽说过去了不少的时间，但这次是2集同时制作的，46集制作完成，2集加起来的时长超过14分钟。另一集很快就会到来，这集发生的故事无疑是难受的，简直是上集胜券在握，下集一败涂地，生动诠释的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那么这集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我做此评价呢？请带着这个疑问与我一起重新回顾本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情节，视频内容难保有属于过度解读猜测，仅是个人解读，不经过参考，请理性看到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。前情回顾，太子们明确了作战方向，配合之下渗透甲板解决克隆机，同时配合精小的潜入，试图从内部瓦解这个庞然大物。但他们各自遇到了棘手的问题，掉入陷阱了。快到本集，3个探测厕所在空中徘徊，他们下方的雷达正在扫描，通过头上的锅盖头响应附近的信号，是在寻找着什么。这样的探测手段曾有出现，事到如今再次被拉了上来，是3个一组同时探测。显然，这次的任务不是一个简单的目标。跟随他们的视角可以看到，这片沃土不是旁边的山峰错落，显得尤为干净平整。探测厕所短暂扫描后发现了端倪，有一建筑群忽隐忽现。从显露的痕迹来看，这无疑是铅笔基地了。在常态时，基地从外部看是隐形的，这都得力于铅笔的隐身科技。这是铅笔向我们展示的第一项科技能力，在不可视的情况下，可以说安全系数极高。一个探测厕所或许看不出来，但3个一起就厉害了。他们通过巡逻或是雷达发现了这个位置，再通过眼部特殊的光学仪器，使铅笔基地无所遁形，坐落在了他们的面前。暴露了！探测厕所第一时间将基地坐标位置发给了基，来到了13集结尾黑暗暴起的一幕。当时的猜测层出不穷，真正的答案是一个机甲。这机甲看起来与之前在老纪所在的车间出现的机甲类似，但显然是个更加高级的版本。正面来看，其武装了1对喷火器和2对发射器，外壳宛如龟壳似的全方位包裹。而操控机甲的另有其人，从机甲传出的声音来判断，无疑是2德。猜测科学家的可以开香槟了。2德正位于机甲内部同时发生。虽然战斗不是适合他干的事，但就像灵气指挥官曾经提到的那样，无路可退了。这点在他们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毁灭就是我消亡。奋斗了那么多集，就为了造这个大家伙一波梭哈，但其实还是有退路的，那就是人气能不能先回来报个信儿，给个传言也行啊，或者表个态也行。无论是联盟还是厕所，他们最大的敌人都不是对方，而是天外来敌。再这样打下去，把资源和底牌耗干净，那就是究极地狱难度了。这里再多说2句，我觉得在天外威胁这一点上，整体情况估计跟原系列会有所类似，那就是开局一定会被无情碾压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对吧？你以为你最强了，但还有更强的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的道理嘛，就跟原系列一样，连地球都没出去，怎么跟更高端的科技文明做斗争？所以没吃到苦头，见到真正的力量前，他们的眼界只会局限在自己的一方世界，其他的东西就会被无限放小。就比如2德明明知道有天外来敌，却依然对联盟重拳出击，一是表达他们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制造这个移动城堡，现在是需要检验成果的时候；2是在没有得到指挥官的明确指令前，依然要执行最后的一道命令；3是急于应对眼前，缺乏对未来的把判。毕竟联盟打到家了嘛，不还手就没了。4是联盟除了少数人外，也缺乏对天外威胁的了解，大部分都认为眼前的敌人才是目前要考虑的，所以在种种原因之下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坐下来，要等到见到真正的力量的那一天。逻辑上是通的，转折点依然还握在灵气指挥官的手上，只要他发话加上未来时钟，那么这场战斗就会停止。但双方也都在面对自己的难题，灵气在忙于处理和了解天外威胁，未来时钟则是被邪恶时钟整得头皮发麻。为了塑造这一现象，短时间内肯定难以停手，往后再看吧。2句话说完了，我们继续。这时的老纪举起大剑，在座的泰坦不禁定眼相望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老纪刚通过探测厕所得知了铅笔基地的坐标位置，此时正是将屠刀伸向了铅笔基地。
继钻头基地、监控基地第3个基地铅笔基地也惨遭覆灭，随着剑气一扫而至，所过之处顿时化为粉碎，这非常奇怪。或者老纪的位置就在铅笔基地不远啊，难怪会有他的厕所沿途探测，也难怪女探铅笔经过武装后能及时出现并加入战斗，这下通了。原来老纪只是在路边顺手灭了一个基地是吧？还有一个奇怪的点，这道剑气没有在所落之处破坏掉铅笔基地，反而是划过后产生的余波震塌的，这简直非常疯狂。我想这应该是铅笔基地隐身的原因吧，可能会免疫某些直接的攻击之类的。如果这道剑气成功命中，那几根顶着能量球的巨大铅笔头应该会断掉。所以真正的祸首是在于其经过的余波。女探铅笔见之为之一愣，一时间茫然到不知所措。他试图通过无线电呼叫其他人，但迟迟没有回应。最后的一声音效出现，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。让我们将视线重回剑气所过之处，铅笔基地外部似乎没有一个活动的个体，安静的出奇。偌大的一个基地不至于一个守卫都没有吧？所以铅笔人在危机到人前极有可能已经撤离了。还能看到铅笔直升机的离开，但这里有2个可能，那就是转移铅笔成员的飞机，或是运送精英小队潜入后离开的飞机，亦或是2者的结合。基地内部这里有个坑，不会也藏在地下了吧？之前我还得知了铅笔人拥有通道传送的能力，想要离开一个地方定然不会困难。再换到最坏的情况，只要首席铅笔还在，那就能一人成军。所以铅笔基地覆灭的情况可能要比某钻的基地好得多。在女探的铅笔确认之后，他很快转身，给他在身后也在翻瞪着他的钻头。想必经历过覆灭基地战役的他的钻头，此时是最能理解女探的铅笔的吧？视角来到老纪的一处舱门，随着舱门的缓缓打开，他的电视发现了，但发现了还有2灯。他的仪器上显示的门正在打开，匪夷所思的是他没有加以阻止。我不认为他没有办法再将门给关上，反而说是时候了。不过这个疑点需要放在最后与脑洞结合来说。我们再看看另一个疑点，从先前黑暗爆气后的时间来看，是接着43级的，而不是44级。那么也就是精英小队即将潜入内部，而不是已经潜入完成得知的消息。再过渡到女电视按下按钮打开大门，从44级来看，先后经历了超过5分钟。那么这段时间在本集从黑暗爆起来算到打开大门仅用了1分40秒左右，由此可以看出中间有某个节点时间跳跃了，不过不是很重要了，只是感觉缺少了一个过场，表示一下。我们继续。厄德尔紧接着按下按钮，随后放声说到大门的情况，同时下达了不要让他们进来的指令。顿时间，外部失去战斗能力的克隆机悉数响应，这些应该都是先前被打瘫的。显著的便是头上有个标志的克隆机。见状，泰坦电视派出了最具机动的泰坦音响，让他前去大门的方向，剩下的则是掩护其靠近。霎时间，场面一片混乱，沉寂良久的战斗宛如火锅沸腾般狂热起来。泰坦音响一路越过围追堵截，朝着目标的方向急速靠近。这个目标就是大门，也就是上集女电视发现的大门，里面的通道够泰坦通行，准备实施从内部瓦解的策略。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泰坦音响被吸住了，来自老界的钳子砸到中心，小喷对大气显然无法抗衡。危难之际，泰坦音响费力弹奏抚琴，释放出了一道巨大的音波，同时以此产生反推力，将自己弹射出去。他成功脱离了苦海，顺利到达了大门入口，但他的吉他破碎了。见后面还有克隆机追击，泰坦音响破坏门禁计算机时期关闭，随后朝里走去。录的镜头是老纪，沿途的防御炮塔对付泰坦没有丝毫用处，伴随着破坏的爆炸和沉重的踩踏声，这哥俩见面了。这个鸡有可能是真的，他没有类似其他鸡的烫头造型，且还佩戴了口罩。奇怪的是，他现在处于一个培养皿或是休眠舱之中，不明其意。现在的他外观上稍稍对齐了一些原系列之前的造型，如果战力也是的话，他能想一个泰坦可能还真拿不下。视角来到了精英小队，他们显然又经历了一场恶战，但没有时间给他们喘息了。厚重的警报声敲打着他们必须得时刻高度警惕着。大电视发觉不对，告知众人赶紧离开这个蛋。下一秒，天哪，这就没了？这就是10月份问答说的会考虑干掉大电视啊？这么来看的话，当然是8成没了。首先是提前透露的剧情嘎，其次是电神分头行动的话，屏幕不会熄灭，这都黑得彻底了。虽说战争意味着牺牲，但这是不是过于草率呢？让我们为其按下 F 致敬。其他众人见状满脸惊讶，但等待他们的还有伏兵。成排的变种战士同时出现，这武器这配色差点以为原系列穿越了。难道没有天文的提供，这宇宙可以自己生产出来？随着他们驱使手中的武器，放射出了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这股惊人的压力紧接着小队成员纷纷趴下，显然是被施加了重力，全部都被压得无法动弹，从而被动听老邓讲话。老邓表示，难道你们以为真有这么容易？不管是你们还是你们的泰坦，全都落入了圈套。说完话后，歪嘴龙王，本集完。
这的话与先前厄德的表现可以说恰好对上了。厄德没有因为门被打开而大乱，反而显得意料之中，那就表示了旅店是在控制中心找到这个大门是个诱饵，极有可能是想要他看到了，也就是说他们算到了有可能会被渗透，增加了这个方案，而事情也正好按照他们的预想在进行，可不就是掉进陷阱了吗？这样看来，无论是此刻占比升的金小队，还是本身太能影响打老鸡就很悬，亦或是外界成规模的克隆机，都进入了逆风阶段。但我想事情可能不会这么简单，这整整一集都透露着草率，8成重头戏还在下一集。这2集是同时制作的，按超过40分钟看的话，现在看的远没有下一集多，就不过多猜测了，直接等即将到来的46集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皮斯班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